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凌赫，很高兴今晚能够在宝格丽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来，第一个问题还是很多朋友可能想问的，就是凌赫最近都在忙些什么？最近刚刚有新剧上了，然后也播完了嘛。前段时间也一直在忙新剧的宣传。最近也是准备收心迎接下一份工作了。我说实话，因为我相信你现在无论在工作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都是非常紧凑的。是，但是见过凌赫很多次，之前也见过，我觉得你反而状态比之前来讲更好了，更松弛了一些。所以我很好奇，怎么做到的？其实这2年除了工作之余，也在进行自己的爱好的一些探索，所以说相比之前会更好的平衡好我自己的工作状态和自己的个人生活。对，就是爱好的话，能够让自己开心起来，放松下来。对，对，而且在工作之余有爱好的话，也可以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让你自己投入到工作状态的时候会更加专注一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那说到爱好呢，我会看到很多的照片啊，就是你其实经常会拿那个相机，是到处在拍照，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喜欢拍照。拍照也是我最近一个新的爱好，一方面是比较喜欢研究摄影设备，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拍照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研究的嘛。我觉得用照片来定格一些美好的画面，也是平时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一些瞬间。那说实话，你觉得摄影这件事情跟你做演员的这个状态来讲，有没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有，因为演员或者说我在面对这些镜头的时候，也会涉及到一些镜头的运用啊，或者说它是画面的美感啊，所以说我自己学习的摄影，对这方面有了研究，对我自己的表演或者说日常生活中工作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我相信，因为都是用镜头去观察生活嘛，那做演员来讲，可能要观察到生活中一些很细腻的一些地方。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能力也延伸到了做演员的一些专业的这个层面？当然，用镜头记录下美好的画面，其实也是观察生活的一种。而且有了这种习惯，养成这种好的状态之后，我才会敢于去突破，敢于去实现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新的一些尝试，对不对？好，说到一些新的尝试啊，其实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你嘛，我觉得这2年你自己在角色上面就一直在做一些新的尝试。是的，而且呢，也是作品被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和认可。那在作品当中呢，去寻求一种突破，是不是你自己的一种动力？当然，对于演员来说，遇到新的角色，遇到不同类型的角色，其实是非常幸运的。这是一种突破。另外一种突破，我觉得是在作品内的突破，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角色可能是你之前遇到过的，但是你也可以在相同的工作当中突破以往的自己，就是相比之前的自己，你可以尝试更多新的东西。在相同的角色里面，你也可以寻求一些不同的尝试。那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你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哪怕有一些你觉得类型上有一些雷同，但是你可以演出不一样的风格来。对啊，因为我现在去回看之前自己的作品，也会觉得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那现在如果我再次遇到这样的角色，我也会尝试去突破以往的自己。但说实话呢，我觉得现在的机会应该相对于过去来讲是越来越多了。当然，那在选择一些角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标准？还是不变的，就是下一个角色能不能让自己有更宽的领域，能不能把自己本人撑开一些，是我选择角色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这个角色，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打动你，第二就是能不能让自己再往前走一步，这个是你现在非常非常看重的，对吧？是的，是的，就我刚刚说的撑开嘛，就不仅仅是说角色类型上面的不一样，可能在角色本身以内，我也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我以前的习惯，能不能让观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我？对。那有没有哪一类型的角色确实是以前不太敢去碰的，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哎，我可以试一下，我可以挑战一下，有没有？不太敢去碰的？没有。还真没有不太敢去碰的。但是我之前也说过，
我有不太会去过快的去尝试的角色，就是一些比较超越我自己现在个人阅历的经历的。对，我不能够去够一些我说实话现在能力达不到的，这样会有一些反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做不到60分或者做不到70分，我就不会去尝试。我真的觉得你这一点的话是非常的真诚的，是，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你这样很真诚的去面对，哎，这个可能就是我现在达不到的，对，我可以再等一等，可以再等一等，对，不急，不急，不能心急。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真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勇敢的说出来的。是，但是随着这个角色越来越复杂，你有没有好奇过，或者说是你有没有担心过，哎，观众会怎么去看待这种变化？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年龄跨度比较大了，或者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哎，跟以往的形象好像突破太大了啊。在尝试之前会有，在去挑战之前，我会担心说，哎呦，我去这一次挑战了这么大的改变，大家对我的这个人的理解会不会有我做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大家对我的包容度有没有那么大？但是虽然说有这种担心，但还是会去做，因为你如果不做的话，也没办法看到观众对你的反馈嘛。所以说每一次新的角色出来，大家说哦，原来张凌赫在这方面还能演成这样，或者说张凌赫还能驾驭这样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能不能说这个也是支撑你去完成一步一步的这个角色的突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在里面。当然，敢于犯错，勇于犯错，在面对挑战前，难免会有一点担心，不要害怕这种担心，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这是很重要的。但说实话，这个话题我之前也跟别的嘉宾有聊过，关于这个选错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不敢突破的时候，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层面啊，比如说你选择角色也好，或者说你选择另外一个赛道也好，那有些朋友想换一个工作也好，他们其实就是对现状来讲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们又很纠结，因为他怕做出这个选择，选错了这个选择，这个结果是他不能承受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就你也不怕？首先得想清楚，就是你不能像一个愣头青一样，真的是一股脑把以前的所有东西都摒弃掉，去闯一个自己完全捉不到的或者摸不到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够提倡的。这个是你很理性的一个地方。对，首先你得对你踏出的这一步有所期待，有所规划。其次你得喜欢上这个东西。这个很关键，我觉得热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是你不管怎么样去冒险，怎么样去突破自己，你往前走的那个区域一定是自己热爱的。就好比说我去选择一个新的角色，选择演一个新的题材，如果这个题材不是我心底里认可的，或者说自己心底里去向往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去做也不会做得很好。所以就是只要是认定自己所爱的去做了，想清楚了，勇敢的去做，就是不后悔了。对不对？好，那再继续说到，我注意到今年你还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拍了公益的纪录片《零碳未来》。我看了，是不是只有3集？只有3集。因为我就看到3集，我说，哎，会不会还没有出来？纪录片嘛，纪录片嘛，对。那说一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纪录片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好不好？主要讲的还是探访我们国家新能源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一些成果。然后我去了很多的地方，也跟着当地的一些工程师啊，或者说当地的工作人员去，看了一下他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非常大的成长。对，我有看到一集，因为你说你是在无锡的太湖，对，从小在那儿长大，是，所以那个太湖当时就是环境比较恶劣，然后那个工程师他们想了很多的方法去解决，你就全程是在观察，而且我发现你很棒的一点，可能是接触到你自己以前学到的这个专业。其实你在这个纪录片拍摄过程当中的时候，很多工程师跟你说的话，其实你是理解的，而且你问出来的问题也是非常专业的。是我以前的学习过程当中对这方面的知识有所涉猎吧，但当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我其实确实对这一个领域还是喜欢的，对，所以说在做这个纪录片，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是非常有动力去做，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工作，然后也非常有动力去突破以前的自己，
去探索一些我未知的领域。就聊到现在呢，我会发现林鹤身上有2个特别有意思的突破时刻啊。那第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林鹤学理工的，对不对？理工男。那后来呢，完全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当了演员。是。那第2个突破呢，是当了演员之后呢，又有机会回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又拍了这么一部这么有意义的纪录片。就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它的内容是跟你以前学的专业其实是有些挂钩，有挂钩的，有相关的。所以这2次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推着你往前走，而是你自己主动跨出去的，是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对，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你做这些选择的时候，驱动你的那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2个方面。比如说先说第一个吧，我从以前的专业到演员。对，这个跨度太大了。对，这一步驱动我的动力是好奇心。就说实话，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演员是一个怎样的职业。对，所以说我非常想去探索一些我未知的东西。所以就跨出了那一步。这一步是好奇心驱动我的。对，第2次，我从演员的身份再次回到我以前的专业去探索一些我以前可能没有学到底的东西。这一步是热爱。对，因为我喜欢这个专业，我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有探索的欲望，我非常想去了解更多的东西，所以说我就跨出去了。所以你觉得这个之间是不冲突的？当然不冲突，因为都是自己爱的对一些事物和事情。是的，是的。那在迈出那一步之前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心里是有底的，还是说其实也有怀疑，也有不确定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每一次都有不确定的时候，每一次其实底气都不是非常的足，但是也是想明白了，就是也是怎么说呢，做了小小的调研，对，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行业，了解了一下，我该去做些什么事儿，我才会去跨出那一步。但我很好奇的，就是因为学了那么久的这个专业，包括学理工方面的知识。那选择要去做演员的时候，我相信家里人肯定是非常诧异的。是，当然。所以我也很好奇，当时你听到一些比如说质疑的声音啊，或者是说家里人对你的不理解啊等等，你是怎么去克服的，或者说你是怎么去说服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者说家里其他的亲戚朋友对我这种选择，他们可能担心比我自己还多，就是他们觉得很冒险，很冒险。他们说，第一个，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我的孩子去走入这个行业，他们也没办法保护我，这是他们担心的。第2个点是，他们会觉得你以前学了这么多年这个专业，再去突然跨领域的去进入另外一个行业，你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你自己得经历多少的一些磨难，或者自己得经历，自己肩上得扛多少的压力，他们会担心我自己的状态。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是，其实如果我不走出这个舒适圈，如果不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其实我的眼界会变得非常窄。就算我这一步是错了，但是我踏出这一步之后，其实我可以让自己看到更多的东西。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对我以后的人生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可以这么讲，你是想得很清楚，因为我还年轻，我想要面对一些新的东西，我想去挑战它，而且我有一定的时间，有这个容错的这个空间，有试错的机会。对，而且最后你会发现说，不管它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对于人生来讲，它都是一种体验。当然，都是经验嘛，都是经验是最可贵的。所以我们刚才有聊到说，你平时的一些摄影啊，包括说你观察生活也好，参与去拍摄这个纪录片也好，这些尝试，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在慢慢的拓宽你的一些边界，对不对？没错。所以我很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待我们今天的主题突破？突破，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突破。那宝格丽140余年，它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突破边界。突破，其实就是说到底，本质上面就是勇于突破以前的自己，让自己的眼界打开来。你刚刚说的那点非常对，就是拓宽自己的边界。其实对个人来说也好，对于宝格丽来讲也好，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边界打得越来越开，让更多的风格、更多的状态、更多的人都可以包含到自己身上来。
对，就像宝格丽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珠宝一样，它可以适合很多不同的人种，对，人群，然后人的状态、人的气情绪、质等等，人的气质，对。那说到这儿呢，我正想说，宝格丽呢，它就是把突破呢刻在它的 DNA 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宝格丽有很多的突破，它有很多不同的系列，有没有哪一个的设计是特别打动你的？打动我的，都打动，都心动。怎么办？10个手指，2只手都非常打动我。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灵蛇系列。它的那个灵蛇图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对啊，它既有冲击感，又不失美感，因为它的线条我很喜欢。它有那种灵蛇的灵动，但是又不失那种线条的那种。我找一个形容词哈，它有点像建筑的建模。建筑的什么？建模。建模，对不对？对，非常非常的有建筑结构的美学。是，你抓住了宝格丽它设计的一个精华，一个精髓所在。是吗？是这样的，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林和真的，我发现说你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因为你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尝试，所以我觉得丰富了你很多，让你现在看起来就是我在跟你对谈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林和成熟了很多，而且魅力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刚才说到宝格丽在突破方面，它的设计方面给你很多的一些感触，包括说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风格，穿搭，我们也注意到了，你有很多出圈的一些风格和照片，所以在风格上面，就是在其他方面，你是不是也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不同场合我会尝试不同的风格，现在也在加紧的突破自己，想让自己在同一种风格里面也展现出不一样的自我。我发现你是喜欢在一个就是怎么讲基础的东西上面，你其实不是说完全去改变，但是你喜欢往里面往深的去走，内疚，对，去挖掘同一种风格，或者说以前有过的状态，能不能展现出不一样的东西来？你看，这个我说实在话，一个人风格的尝试就是一个用外在的方式去呼应内在的变化，就像你刚才说的演戏，我现在如果说接到跟以前雷同的角色，但是我还是希望挑战一下，我能不能够演出不一样的感觉？你不觉得这个之间是相通的吗？对，而且就说到演戏，然后又回到宝格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在佩戴宝格丽珠宝的时候，其实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比如说同一个系列，可能它戴在身上会有它自己的风格，但是你把它不同的组合一下，它就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来。是。说到这个尝试新的风格啊，很多朋友也在说，好像觉得突破必须是一个很大的动作，然后要完全换一个风格是不认识自己。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其实很小的一个细节，比如说你之前没有戴过的一枚戒指，对吧？你或者没有尝过的任何一种搭配的一种方式都可以。那说到这个珠宝和穿衣的搭配啊，这个我相信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也很好奇，就是你自己搭配的过程当中是完全根据当天的心情去定的，就是我今天想怎么穿我就怎么穿，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套搭配的逻辑？比如说什么样的穿衣风格我就要搭什么样的珠宝，这个之间是有框架的，是有一个怎么讲固定的一个呈现的形式的。你说有框架吧，它其实有框架，但是这个框架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就比如说我平时穿衣服，我穿卫衣的时候，对，你穿一个单调的卫衣会显得比较无趣。但是这时候如果戴一条 B01 的项链，我觉得就会全身有一个点睛之笔在那儿，大家看你的时候就会有视觉重点。但是呢，如果你今天不穿卫衣了，你今天换件衬衫，我就可以在 B01 项链的基础上面再搭配一个灵蛇的项链。这种细节上面的小小的改变，它不会让旁人觉得突兀，但是又会觉得今天风格有变化哦，不一样哦，我知道看哪儿喽。所以基本上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跟着自然的状态去走的人，对不对？我还是大家还是能看出是张凌赫，但是呢，你身上的一些细节的变化会让人觉得你今天跟昨天的你不太一样，这就会吸引别人的目光。对，说到今天，我再回到
回扣我们的主题啊，因为在对谈部分呢，基本上我们快要结束了，我们回扣到这个突破这个主题。那我觉得林鹤，我觉得你的突破真的就是一种怎么讲，去丰富自己，不给自己设限，对不对？对。然后可以有不断的创新，但是又是在拓展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没错，就不用强求自己说去完全换一种风格。但是你在自己原先的风格上面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这也叫突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也很感谢林鹤的分享。我觉得林鹤今天说出了宝格丽饱含时代的一个精神，就是真正的突破呢，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丰富一些，更多面，在传承当中呢，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拓展自我的一个边界。而且，当然林鹤也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些宝格丽不同系列的珠宝，会继续呢和张林鹤来探讨关于风格的更多可能性，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喽！一会儿见。自己的张林鹤，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宝格丽的风格课堂，我们来解锁珠宝和风格的更多可能性。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宝格丽的品牌专家和林鹤一起，我们来聊聊穿搭，试一试珠宝。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Valerio。谢谢琳达，林鹤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Valerio， 今天很开心能来到现场。那今天呢，你刚才也看到我跟林鹤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今天佩戴的一身的这个宝格丽的这个珠宝，我想问一下，在这些系列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件单品？我吗？我自己的话，其实这枚戒指是我的独爱，因为它戴在我身上就会觉得很特别。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林鹤的眼光很独到。今天整套搭配的灵感就是围绕这枚金和金刚的戒指展开的。看起来是对立的，但碰撞出来的东西反而特别有层次。我觉得它很像今天的你，有温和的一面，也有笃定的一面，两种特征并不矛盾，放在一起才完整。哎呦，这么一说，感觉我这个戒指戴在我身上，整个人都变得不基础了。对啊，它是一个基础款，但是叠戴起来就很有风格。特色。对，这种材质上的大胆碰撞，宝格丽从上世纪就开始做了。在当时以金材质为主流的市场下，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它其实在说一件事，美不是人随意的，他们不一定要选边站，张力本身就是一种美。但宝格丽的珠宝设计呢，一直以来就是很有辨识度的，基本上你一戴，大家都知道是宝格丽的。宝格丽。对，而且呢，在经典之上呢，我们其实有一些新的创意，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会和大家展示几组不一样风格的搭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是的，大家可以看这边，这是 B01 系列的项链，我们特意做了叠戴搭配，白金和玫瑰金的层次感很丰富，是迷你和正常尺寸叠在一起，不同材质的呼应，有一种错落的美感。我想问一下林鹤啊，就是这种叠戴的方式，你自己会不会就是平时会去尝试，或者说你单戴一条的时候和叠戴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当然，平时如果我出行穿搭比较简约的话，我会选择单戴，这样会整体的造型感会感觉比较干净简练一点。叠戴的话，我会选择那种比较衣服会比较设计感足的，叠戴会增加它的层次感。更加有风格一些，没错，对不对？没错。而且 B01 这个系列呢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建筑的这种感觉，硬朗的感觉，但是它的材质方面呢，因为它有碰撞嘛，所以就很丰富，也很有层次感。没错 ，B01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古罗马建筑的螺旋线条，有一种很独特的建筑美感。既有力量感，又有辨识度。而螺旋就是代表着永恒的起点，也代表着不断出发、不断向前。这说的特别好哎 ，B01 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出发、不断突破的一种感觉。对，重新开始。对，B01 系列从1999年诞生到现在，在材质上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突破。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黑陶瓷，还有白陶瓷、大理石，以及林鹤手上的 Golden Steel 戒指。其实这种设计很少见哎，我刚刚还在说，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戒指的一种设计感，就是它会有一个
弹簧的感觉。对，因为这个系列有一个很可爱的昵称，就叫做宝格丽弹簧。宝格丽弹簧。对，说实话很解压，是不是？而且很少在其他的戒指设计里面看到过。是，独有的。琳达和领和说的很对，这其实得益于宝格丽经典的 Turbogas 工艺，也就是美气管工艺。从上世纪30-40年代起，Turbogas 就被宝格丽大胆用在腕表和珠宝上，并延续至今。对，好的设计和好的工艺会一直被沿用至今。对，而且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去迭代。没错，对吧？没错，你单戴、迭代，或者你换不同的手镯，都是不一样的风格。对，风格就会不一样。提到 Turbogas 工艺，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个系列。大家可以看这边上面的 choker 就是我们的 Turbogas 系列，它的线条非常简洁、流畅，并且自带柔韧和光泽，非常有辨识度。Turbogas 工艺让 Turbogas 珠宝拥有一种非常舒适的佩戴感。宝格丽也把这种工艺融合到多个系列作品中，直到今天 Turbogas 成为了品牌的重要元素之一。我觉得听完介绍以后就很想说，哎，佩戴一下，试试看，试一试。对，所以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套宝格丽非常有标志性的，就是 Serpenti 系列。这个系列呢，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根据林鹤穿搭的这个风格，我们特意准备了这一套系列。其实我平时已经戴了很多次了，大家应该也在其他的活动中看到过很多次。那今天再戴一下，再戴一下嘛？行，让大家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灵蛇的魅力，好不好？好，那林鹤，我去试一下。对，好，待会儿见啊。好，那给林鹤一些时间哦。我们先让 Vario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一套的 Serpenti 系列有这么多的特别，就是大家特别爱这个系列。是的，好。提起领蛇，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宝格丽。领蛇是宝格丽非常重要的图腾，象征着智慧、力量和守护。从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出现到现在，领蛇系列一直在演变，材质在变，形态在变，但蜕变新生的内核是始终不变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很多珠宝就是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讲，她会觉得会去选择，但我今天看到像林鹤，她佩戴这个珠宝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说这些珠宝在男生身上和女生身上，其实佩戴出来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的，男生带有一种气场的感觉，但是女生带会温柔一些。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好。好，那我们看到林鹤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来，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Hello。我觉得林鹤自己佩戴上这个 Serpenti 这个系列珠宝的时候，先聊聊看这一次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喜欢哪一个，或者说为什么这么去叠加。我每一个都很喜欢。就是刚刚是戴了 B01 的珠宝嘛，其实如果说感受不同的话，我会觉得戴上灵蛇，我整个人的气场会提升很多。怎么说呢？为什么灵蛇会给你不一样的这种的氛围？因为你看它这些灵蛇样式的珠宝，会让人感觉既有那种灵动感，但是又不失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线条的利落感，而且它还有一种神秘感在里面。没错。而且说实话，我发现说，因为说实话，我看到林鹤的时候，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像今天我真的觉得穿得很绅士，也比较随意一些。是。平时看到你在一些比较大的场合的时候，都是穿一些礼服。可是我发现说你都很适配，对，没错。甚至在生活中，有时候看你穿一些休闲服啊，就是这些机场的一些街拍啊，或者大家捕捉到那个镜头，我也看你在戴这个宝格丽，我发现每一个不同的款式系列，在你穿不同风格的时候，你不觉得都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吗？当然，那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就说灵蛇系列嘛，因为它既有那种比较柔和的那种形状，但是它的线条又非常的利落，所以说它可以在不同的风格当中切换出不同的感觉来，自由的去切换，对不对？对的。然后在领蛇很多作品里 ，Serpenti Viper 系列是更加现代的表达，它弱化了具象化的蛇头，即便是男生佩戴也很有魅力。再配上 B01 两种风格互相衬托，张力很强。没错。两个迭代，是不是感觉相得益彰？对，我觉得因为有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叠在一起，它就有那种碰撞出来的这种矛盾感，对，它就有美感。是，而且你刚刚问我说哪个最喜欢，其实这个细节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它的蛇头和蛇尾都会有那种镶钻的感觉。对，
当然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林鹤，你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是。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先说穿搭。穿搭的话，我平时会比较喜欢穿简约一点的衣服，干净一点的，休闲的。但是呢，如果你只是穿那种，比如说白 T 啊、牛仔裤啊，又会显得很单调。这时候我就会选择一款比较适合我的珠宝。会有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你觉得珠宝在你的整个的穿搭的造型，包括风格当中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是亮点，是一个让人关注到你的地方。然后 Linda 今天也戴了 Serpenti 的戒指。哇，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Linda 戴的是神秘感，领鹤戴的是增加气场。是，这就是 Serpenti 与众不同的地方。同一件单品，男生女生戴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也都不一样。它不被定义，所以可以在风格当中找到那根平衡点，把你想要的风格和本身的气质串起来。但说实话，我觉得在佩戴珠宝的这个比例当中的时候，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林鹤，因为女生的比例还是占的比较多的。是，就女生天生就是爱珠宝。那会把，就像刚才我也跟这个 Valerio 在聊天的时候，我说，那女生戴的话呢，就会比较的温柔一些，女性化一些；男生戴呢，确实它会增加一些气场。所以我在这儿我也想让林鹤跟直播间的很多，可能现场也有很多是你的一些男性的粉丝啊，你跟他们介绍的时候，你觉得说珠宝会给男性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自信的感觉？就你自己佩戴珠宝那种感觉。其实对我来说，珠宝不分男女，并没有说是针对于某一个特别的群体。我说的非常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个人吧，我平时出行，你说简单的衣服搭配，当然会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如果有珠宝的加持，会把你个人的风格更加强化。你选择不同的珠宝，选择不同系列的珠宝，也代表你个人的一种情绪嘛。但如果是真的是，比如说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颁奖典礼啊，走红地毯的时候，你通常会选择哪一些胸针啊，或者是说项链啊、戒指，还是你都可以？如果说有一组珠宝的话，我会特别选一个比较需要去突出的珠宝，然后其他珠宝去辅助它，而不是说选择都是重点，这样会让人觉得没有视觉重点。比如说可能是胸针是重点，没错，但是你可能会佩戴一些戒指啊、项链啊作为辅助。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2年我真的是，因为说实话，跟林鹤也是认识很早，然后我一路看到你成长到现在真的就是那个巨星的风范出来了，而且造型上、出圈的那些照片、风格上，我觉得你在各个的地方都在谈到怎么讲，自己在不断的突破吧。是，所以今天来到现场，还是让我觉得跟以往还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气场会更加的稳一些。那也是因为有了宝格丽的这一系列的珠宝嘛，因为主题就是突破，不断的更新自我。所以宝格丽的珠宝呢，真的是很有这个特点，就是每一个佩戴它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个性跟气质。那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他们很经典的系列，像是 Serpenti 系列，还有 B01 的这个系列的珠宝，都是非常具有宝格丽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些系列啊。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也是非常的经典的系列，就是我们的 Diva's Dream 系列的珠宝。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小扇子，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这个系列也非常的熟悉啊。这个系列从经典的珍珠的母贝，到色彩缤纷的像孔雀石啊、青金石啊、红玉髓啊等等，其实每一个小扇子呢，都在用不同的色彩在讲故事。是，所以这个系列我也想问问林鹤，你跟宝格丽合作这么久，你觉得这个系列你看到这么多的色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没有戴过这是我最大的感受。